29岁被裁了，失业了。19年毕业，在上海打拼，拿到40万的年薪，然后23年到长沙，能够一年拿到24万。我觉得我还是很优秀的吧，但是还是被裁了。我是在端午节前2天得到的通知，刚听到这个通知的时候，我大脑一片空，我直接懵掉了。我想讲话，但是我发现我自己语无伦次，所以我直接请了一下午的假。那天下午，我在星巴克前面那个铁椅门口，我坐了一个下午，发呆发了一个下午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然后我后面几天就是跟 HR 谈判赔偿的标准，最终也是谈完了，给自己选了一个离职的好日子，就是今天6月6号。我现在车里，等会马上下班了，明天开始就没有工作了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该怎么做。不是说这种裁员一般是中年危机吗？我感觉我还没到中年，然后马上就经历到裁员这个事情。近年来，中国经济持续衰退，各地裁员，编制内铁饭碗成了香饽饽。但如今，这个香饽饽也进入了寒冬。近日，江浙沪成立降薪办，公务员全面降薪。有上海民众证实，今年工资减半，年终奖没了。从这波降薪潮可以看出，大陆地方政府财政危机日趋严重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降薪这个话题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以前上海的公职人员那真的是人人羡慕，很吃香啊，因为是铁饭碗嘛，一辈子吃喝不愁。而现在上海很多的公职人员，那工资到手真的是少之又少，一个月才7、8千块钱，而且很多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更有一些人有房贷车贷的，那基本上一个月的工资啊，只能够家里的开销，甚至还不够。6月14号，大陆社交媒体上流传一篇题为《传江浙沪成立降薪办，上海触及年薪35万砍到20万》的文章。文章中说，上海一名处级公务员年薪35万被减去15万，降至20万；主任科级公务员年薪已由24万减至15万。这次调整是绩效工资，幅度与当年财政收入同步。中字头工程局停发绩效冲上热搜，今年降薪这个事儿已经见怪不怪了，但是连中铁上海局都停发绩效只发基本工资的事儿，还是震惊到老方了。中铁上海局可以说是整个建设系统中食物链最顶尖的存在了，长期以来都是以财大气粗著称的，干的是利润最后结算最快的轨道建设项目。现在连他都只发基本工资了，是什么概念？要知道，在上海月薪2、3千块，这种收入是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。中铁上海局沦落到了这一步，属实是难以想象。但其实也不突然，因为早在5月就已经有人爆出中建2348局停薪的事儿了。为此，我还真找业内的朋友确认了一下，只能说他没有否认，每个月发工资都是东拼西凑的，而且原因也很简单，拖欠工程款。那具体是哪儿拖欠的呢？这个您只能自行脑补了。只能说地产行业的下行对整个建筑行业的不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关注老方，带你慢慢变富。博主上海燕姐表示，万万没想到她老公又降薪了，跟年初的工资比，收入腰斩，还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已经降薪2次了。上次降了30%，这次幅度比上次更大，降了35%。那天早上，老公把车熄火了，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。然后他问我昨晚睡好了吗？我的心里马上一激灵，忽然想到了上次他降薪也是送孩子上学回来，先问我昨晚有没有睡好。我说睡好了，怎么了？不会又降工资了吧？他说是的。我一下子就炸毛了，怎么又降啊？搞什么？他说公司昨天上午邮件通知的，担心你失眠，昨晚没敢告诉你。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公司赚不到钱，只能给员工降薪了。这次降薪是全公司范围的，300多号人，每个月能为公司节省薪酬开支大约400-500万吧。咱就说金融行业已经到了这么举步维艰的地步了吗？在上海，一个工作了快20年的985的硕士，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只有1万多了，你敢信吗？上一次降薪，我虽然也很难过，但也只是沮丧了几天，这一次直接给我气哭了。这2天一想起这个事情，眼泪就止不住，怎么办啊？虽然我们家公积金贷款的80多万，每个月公积金账户都能全覆盖了，但还要生活开销啊。上个星期刚刚给孩子报了1对3的辅导班，现在年级低，每个月费用也要4-5千了，还有2部车子要养，双方父母年纪也都大了，平时过日子都是一块一块的省，可降薪却是1万1万的搞，人到中年怎么这么难啊？这博主是学文科的，他说他知道文科的实习生工资不高，
但是他没有想到会被压榨得这么可怕。他辛辛苦苦地干了1个月，结果工资还不到1000块钱，而他每个月的房租都要1000块。我去了一个公司实习，那上1个月我简直是从早到晚每1分钟都在工作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强度之下，我还偶尔会加点小班，就下班之后还会去回消息啊，就是还会有一些业务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上个月的工资是996。我这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一开始去的时候，这个 HR 跟我说我的工资是1200到1500，然后我当时想的是，就是文科的实习可能没有那么累，没有那么辛苦，这个工资也还能接受，因为我想多累积一点实习经验。结果去了之后，没想到这么累。然后我就想的是，第1个月可能没办法，就是工资应该就定了嘛，就是第1个月的工资就是应该是没办法我去改变了，我只能说等第1个工资下来之后，就是如果他给我发1200到1500，那我就再去找那个老板谈，我就觉得这个薪资有点太低了，我就想要求涨薪。哇，结果最后发下来，哇，最后发下来996，我当时直接无语了。博主小丁表示，这月工资到账了，拿到原工资的1半多一点。他在犹豫还要不要继续备孕，还是再等一等。昨天是29号，11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收到了10月份的工资，5.4折。讲真，现在每个月最期待也是最害怕的日子就是收工资，但是每一次都很失望。这次收到工资，我感觉有点特别，我感觉我心理上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。最近我跟我老婆不是在备孕吗？以前工资扣一点或者少一点，没有多大的感受，最多也就接下来少下几次馆子，少吃几次火锅烤肉，对吧？但是这次收到工资之后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接下来少做几次产检吧，不是孩子奶粉少加2勺吧，对吧？我现在脑子想的就是这些东西，我感觉我从心理上有点压抑了。可能有孩子了或者老婆刚刚怀孕的网友稍微能理解我一点吧。讲真的，刚开始的时候我老婆不愿意现在就要孩子，她说再等个半年，等个1年，等我们条件好一点。但是我一想到我都33了，还要等到啥时候？为了这个事情，我跟我老婆真是吵了不知道多少次，我是又哄又吵。但是昨天下班之后收到工资之后，我真的不想备孕。我感觉我哄我老婆说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，真的是有点在骗她。老公被裁员4个月，终于找到新工作了，拿下啦！拿下了。怎么样啊，团长？刚刚终于把 offer 敲定下来了，然后对比原来其实薪资下降7000啊，7000，还是在互联网行业，早上10点上班，晚上10点下班，6险1金，周末双休。那你谈了这么久，还是降了这么多，不过现在也确实没办法。对呀，以前是高薪的工作随便找，现在是拿个降薪的 offer 就谢天谢地了。不管你终于找到工作了嘛，然后这也马上端午节，咱们去超市买个菜好庆祝一下。老公年前被裁员，到今天已经4个多月了，前前后后投了200多份简历，面试了10几家公司。老公高考633分，哈工大本硕电子工程专业，一毕业就开始北漂，在字节等多家互联网大厂都工作过，主要是做品牌营销。原来上学时过得一路顺风，真是没想到职场之路却走得如此举步维艰。毕业6年就被裁员2次，好在今天终于找到了新工作。离职后的第2周，我收到了3月份的工资。一直以来，评论区有很多姐妹都在问我，好好的工作为什么要离职？既然工资已经到手了，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坦白局。我上份工作从去年10月份开始降薪，而降薪幅度是直接到了50%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是直接砍了1半。我从未想到毕业6年，在上海，我又轮回到了刚毕业的薪资。我时常看着办公室的保洁阿姨发呆，我没想过，经过高等教育的我，薪资没有阿姨拿得多，所以要离职的声音从未在我的脑海里停歇过。公司决定全员降薪20%之后，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呢？前段时间，公司宣布了降薪的消息，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，毕竟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中午吃饭，第一直观就是点外卖的少了，要么下楼去吃，要么自己带饭。和同事讨论起降薪的事情，大家都有些焦虑。我们都知道公司也有公司的难处，但是降薪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，房贷、车贷、生活开销，每一项都让人头疼。下了班走出公司的大楼，心情还是有些沉重。骑着自行车回家，一路上都在想，未来该怎么办呢？
降薪只是暂时的吗？还是会一直持续下去？回到家，看到家人的笑容，心中的压力减轻了许多。我觉得自己又有了动力。虽然降薪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，但我们也可以一起面对，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。我认识一主治，我一哥们儿，这主治跟他媳妇儿啊，终于结婚了，多少年，好像几年前靠家里补贴，反正买了套房。这个钱呢是家里人给的，就这个首付款。他们家每个月要交35000块钱的房贷。然后呢，这哥们儿以前他为什么敢买这房啊？他以前一月能挣4万5，不加黑的，只加医院的奖金绩效底薪。然后他还老婆，巧了也是大夫，这俩人8万呀，那还3万5，是不是？现在不好意思，我那哥们儿率先降薪了，从4万5降到了1万5，为什么这么高兴？没过渡啊，没过渡，属于顺降。最近是缓降了，从1万5慢慢到1万2去了。他现在最忧虑的是，他老婆如果从3万也降成1万5，完了这事儿就大了。然后呢，我说那你这个考虑没考虑过别的招？他说考虑过，他说我想把这房卖了。后来一问银行，绝不能卖，他卖了就赔了，就赔大发了。博主杨真真表示，上海职场真的是卷疯了。他是从985名校毕业的，已经毕业了10年，月薪却只有8000块，还有倒贴。他认为目前职场有下面几个乱象。首先就是薪资的倒挂，现在仿佛经验越丰富，好像意味着你性价比越低。智联招聘最新的报告显示，上海企业5年经验岗的中位数呢，大概是11000，但要求栏呢却写着要32岁以下，然后带过10人团队，有行业资源，还要会双语谈判。而同样的要求放到2020年呢，大概能拿25000以上。我10年外资总监级平薪跳槽 ，HR 问我能不能接受降薪30%，我都想问他不会觉得我跳槽是因为嫌赚的太多吧？第二，其实就是年龄的焦虑全民化了，30岁已经成了职场的老人。BOSS 直聘数据显示，早在2023年的时候，上海的行政、销售、客服岗中，42%的岗位都明确标注了要30岁以下优先了。连商场的服装的督导都要求形象年轻有活力。猎头圈的潜规则更是32岁以上投递基层岗，系统直接标超龄人才，你连 HR 的屏幕都看不到。我敢打保票啊！现在上海70%的人都发不起工资了，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啊。现在大点的公司呢，都想着降薪裁员，小公司就更别说了。今年能不能撑得下去啊？那都是一码事儿了。你们看看现在上海啊，各大商业写字楼里边，那租户恨不得1个月换一次，可想而知啊，现在这个实体生意有多难做啊。可是呢，又有哪个老板愿意把自己搞得负债累累的，每天呀拆东墙补西墙，还不是为了想让企业生存下去？不敢想啊！你说连老板都过得这么惨了，那打工人又能好着到哪儿去呢？你们的工资还能正常发吗？咱们评论区聊一聊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